自从之前一期视频计算了我们一家在湾区的生活成本之后，我就开始好奇说，如果我们搬去其他的地方，那会不会好一些呢？于是乎我给 AI 提了一些要求，让它给我分析一下，同时我也参考了网上其他博主的分享。那我刚开始问 AI 的问题特别简单，就是说我想从湾区搬去一个比较便宜点的地方，还想住在亚洲社区，又有好的学校。然后根据我之前和 AI 的聊天，他还知道我不太喜欢太热或者是太冷的地方，于是乎呢 AI 就给我推荐了这么6个地方：德州的达拉斯郊区、华盛顿州的西雅图、北卡三角区、加州的尔湾，还有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郊区，最后是新泽西。那因为我觉得加州的州税太高了，然后我之前也待过德州的 Austin， 太热了受不了，所以这次加州和德州我就暂且不考虑了。于是乎我就进一步的研究了北卡三角区的 Cary、 亚特兰大郊区的 Johns Creek、 西雅图还有新泽西。那这个视频的话，由于篇幅的关系，我就先讲前2个，下一个视频再讲后2个吧。那说到考察地方，无非就是考察几个方面吧，就是收入、生活成本还有生活体验。那收入就是工资和税嘛，生活成本就是吃穿住行、孩子旅游啊等等的，然后生活体验就是天气怎么样，社区适不适宜，然后还有日常活动。那可能还有购买房产的这个增值价值，但是我们这里就主要考虑宜居程度吧，就暂且不考虑这个。首先第一个，收入和税，具体收入多少还得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，然后还有在什么公司。那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同一家大厂，只是换一个地方的话，就以湾区的工资作为基准的话，那我已知的是亚特兰大的工资是打个9折，然后我之前在 Meta 的时候曾经搬去过德州的 Austin， 也是打了9折，所以我估计 Cary 其实也差不了太多。那在税上面差别就很大了，联邦税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州税的话，加州是高达 13.3% 的一个阶梯税率，而北卡的话是固定的 3.99%， 乔治亚州的话是固定的 4.99%。 举例说明的话，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是50万的话，家庭联合报税，在加州你大概需要交 3.9万的州税，在北卡需要交大概 1.9万的州税，而在乔治亚州你大概需要交 2.4万的州税。接下来到生活成本，那在这个方面呢，我还是参考了我之前计算的时候的归类，就是住、孩子、交通、吃、生活、旅游、医疗、大额支出等等。那以下是 AI 的回答。先说住的话，我想说如果我们搬去其他地方的话，最理想的是买一个学区房，这样就可以省掉学费嘛，然后长期持有也是比较友好的。就北卡 Cary 来说啊，我们就按照 West Cary 学区房来说，中位数是70万，如果是首付20%，贷款利率为 6.5% 左右的话，那每个月需要还房贷大概是$3500，那加上房产税啊、保险、HOA 和维修费等等，大概总共就是一个月$4900。然后到亚特兰大的 Johns Creek， 那这边学区房中位数是75万，同样的首付和贷款利率的情况下，每个月需要还房贷大概是$3800，然后加上所有的费用大概是每个月$5200的样子。最后再说说东湾普通非学区房，房子的中位数是130万。其实你还别说， AI 说的其实还真的差不多。那同样的首付和贷款利率的话，每个月需要还房贷是$6600，那所有加起来的费用大概是$8500。接下来再说一说孩子的教育和兴趣班。如果在北卡 Cary 的话， Preschool 的学费大概是$1200，那小学以后的话应该就是可以上公校了，就可以省掉这部分学费。但是兴趣班还是要上的，就兴趣班的话，就是说大概是$200每个月。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，美国的学校都是下午2、3点就放学了，所以一般来说的话，都需要去一个 after school 的 care。那这个方面的话，在 Cary 大概是$500，所以在孩子教育上面，总花费如果是在学龄前的话，大概是$1200；如果是在学龄期的话，就是大概是$700每个月。然后再到亚特兰大的 Johns Creek， 那情况整体和 Cary 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也是想着可以上公校，但是整体花费要比 Cary 再稍微贵一点点，所以这边我估计就是总花费在 Preschool
期间就是1400刀 ，K 之后就是大概800刀的样子。最后再说说我现在所在的湾区东湾，我们家娃在上 preschool， 学费是1800刀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也不是什么学区房，所以以后到了学龄期的话，就是一定得上私校了。听说这边最便宜的私校就是 Challenger， 一个月要大概2700刀的样子，然后再加上 after school 啊、兴趣班之类的花费，那在学龄期就大概是3700刀每个月。然后至于到旅游的话，就感觉不管你在哪里吧，花费可能都差不多。反正都是要去到别的地方，都是要出去吃饭、住酒店之类的，所以我这边估算是一样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其他方面的支出。AI 说，根据 Reddit 还有用户的持续统计，房子以外的花销都是比湾区便宜个20%到40%。那其实可能真的也差不多。就拿我们当时在德州奥斯汀的经历来说的话，也是差不多，超市、餐馆啥的都是湾区的7折。我估计这两个地方也差不了太多。那最后算下来，就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，娃还在上 preschool 的时候，北卡和亚特兰大的总支出就是接近1万。然后我们家目前在东湾湾区的支出是接近11000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在东湾湾区买房的话，总支出就快要到15000刀了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房贷利率太高了嘛，就以后肯定会降下来的。但是等到以后娃上了小学，那在北卡和亚特兰大的消费就会稍微降一点，反而呢在湾区东湾的话要涨很多。那这个时候差距就有个3000刀左右了。然后接下来到另外一个大类就是生活体验。那在生活体验上面的话，有这么几类吧：天气、社区、日常活动、食物、养娃等等。那先说天气，在天气上面我估计没有地方能够比得过加州吧。阳光、温度、干爽、户外活动友好啊，等等等等，其实说也说不完。然后到北卡的话，说是有4季就是春天漂亮，秋天美，冬天也还能过得去。但是说比起加州来说的话，夏天是又热又潮，然后春天有很多的花粉，还有更多的蚊子。亚特兰大的话说夏天会更热更潮湿，还有雷暴，听起来就是比较极端一点。我又问了一下它跟广州比起来怎么样呢？然后 AI 说夏天的亚特兰大比较像广州，然后夏天的 Cary 像是一个 lighter version of 广州。然后到社区方面，对于我们家来说，就是中国社区的话我们不是太奢求，但是至少要有亚洲社区，像韩超之类的还是要有的。那首先湾区我就不多说了，这方面肯定是完胜的。然后就 Cary 的话，亚洲人肯定是要比湾区少不少的，但是也还是有中超、韩超之类的。还有说所在的三角区科技也正在快速的发展，肯定会越来越多的。这个听起来其实有点像我们当年听到 Austin 的说法，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落差会不会很大。然后到亚特兰大的 Johns Creek 说是中国人没有像湾区那样密集，但是density 也是还不错的，这点上面其实挺好的。因为娃去上学的话，那 diversity 也会好一些嘛。接下来到日常活动这个方面，就湾区的日常活动就主要是户外活动，这个也是我们当年打算从德州搬回来的原因之一吧。然后到 Cary 的话，说平常可以去逛逛公园啊、playground、骑行之类的，就是听起来特别像一个普通小城的感觉。当然也可以跑去三角区的其他地方，感受稍微城市化一点的生活，周围还有一些自然景观可以探索。至于亚特兰大 Johns Creek 的话也是说可以去公园徒步啥的，还说那边的就是高尔夫球场特别多，开车40分钟就可以到亚特兰大，可以去偶尔的过城市生活。接下来到吃的方面，那不出意外的就是湾区肯定好于亚特兰大，然后再好于 Cary。 最后面在养娃上面，咱们就先把贵不贵放在一边吧，因为视频的前半段就已经讨论过了。就是说娃上兴趣班这一个，那湾区的话肯定是选择多，但是也意味着更卷，那肯定 Cary 和亚特兰大就轻松不少吧。那总结下来，在生活体验方面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那湾区除了更卷之外，其实其他地方都完胜。卷的话其实是包括既卷自己也卷孩子嘛。Cary 和 Johns Creek 呢，他们分别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，就比如说四季分明这一点还是挺吸引我的。但是吃的话肯定也是没有湾区好的嘛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，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，也欢迎指出来。
然后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。如果你们还想让我研究一下其他地方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